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志频道，我是老杨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呢将这个君子兰把它分盆。大家可以看我这边有一棵君子兰，好多年了，上面呢又要开花了，长得非常不错。但是在这个盆子里边呢，这个下边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呢长出来一个新的君子兰，这边呢还有一颗、两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把这个大盆进行分盆，然后呢把这两颗小的分出来，也就是一盆变成三盆。好，首先呢，在你分盆之前几天最好不要浇水，然后把这个盆子拿出来，然后在周围呢轻轻的拍打。它里边呢，因为这个盆子呢几年了，所以说里边的根系也比较强壮。大家可以看呢，我现在把这个上面的土拿掉以后，下边的根系呢非常强壮。这边呢有一颗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颗、两颗。我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土拿出来，不要损坏这个根。大家可以看，这样呢轻松就拿出来了。实际上我也就该换盆了。今年我这个君子兰呢开了2次花，大家可以看呢，我把它放倒一点，就能看到上面的根系发展。把这个叶子拢起来，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小的君子兰，然后在这边大家同样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呢也有一颗，这颗比较大一点。转一个方向，哎，这颗比较大，这颗君子兰。所以说我现在呢要把这一盆分成3盆，因为我不能破坏这个原来的这个根系啊，所以说要特别小心。我把这个土打开以后呢，把这个君子兰暴露出来，我能看到它的接点，最好每一颗君子兰上面呢要带出一些根，这样呢你移植以后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成活的问题。所以说我现在呢用手指头把边上的这个土呢给它弄掉，然后暴露出这一颗君子兰的根部，看看它的根系怎么样，有没有单独的根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要通过做手术的方式给它劈出来一点。如果没有根，它就很难成活。好了，我现在呢这边这颗大一点的这个根部已经松动了，如果我近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根部呢已经松动了。另外呢，这个下边带了几个比较强壮的根，所以说这样的成活率就比较高，我不需要特别担心。那么我现在呢从上边把这个根慢慢的和它主根呢分开，尽量保护它上面带有的这个根系，慢慢的把它分下来，这个不要强行把它掰断。下边呢在最里边还有一个根到对面去了，就是说慢慢的用手指头把它分开来。大家可以看，慢慢把它分开来，轻轻的，不要硬把它拽掉。看这颗呢君子兰，它上面带有它自己的根系，所以说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把这一颗把它移栽成。另外呢，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颗小的，这一颗这边这个小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同样的方法，我要把这个根呢从下边这个主干上再分离出来。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新的刚刚要发出来，所以说在未来呢我这一颗还要再发出来好几颗啊。这个地方呢也有一颗，在这个地方还有2颗，它还不绿呢，因为没有出土。这有一颗，这边上还有一颗，上面这一颗离主干太近，
暂时我不要把它分开，将来呢我要拿手术刀把它做个手术，把它解剖开来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有个小的长在这个主干的，很难把它分开，它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根系，将来呢我要把主根把它劈过来一个才能成活。那么下边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个大的，我回头会看看它有没有一个自成的根系，如果有的话我今天也可以把它分开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，这地方也有一颗牙，在这个位置。我首先把这一颗已经分好的这一株呢先把它种起来，这样呢避免它在外边空气里面晾的时间太长。我准备好了一个盆子肥土，然后把下边扒好以后呢，把这个根轻轻的放进这个土里边，让它平平安安的在中间，然后把这个土呢把它压实。待会呢我会再在上面加一些土，大家可以看，现在呢先把它压实，但是上面这个土的位置呢还不够高，等一会儿呢，等我把这个事情全弄好了以后，我在上面加一些土，这样呢就能保持它的根系比较稳固的在这个下边的土里。好，这一盆呢就暂时完成了。刚才我给大家讲到呢，这颗小的这一颗，第二颗，在我经过检查呢，它的这个根系呢离这个主干非常近，并没有完全单独的分开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就不能强行的把它拔下来，如果拔的过程中没有根在这个上面存留，它就很难成活。现在我要怎么做呢？要么你可以拿一个手术刀，我今天呢拿的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花园用的剪刀。首先呢，我用酒精在这个上面把这个剪刀消毒，消完毒以后呢，大家可以看我在这个地方顺着这个根系的方向来做这个手术来解剖，尽量呢你要保留几个根，直接给这个新的这个牙呢连接在一起，顺着这个方向轻轻的剪开。现在右边剪了一定的深度，你能感觉到啊，这个牙有点动了，说明你剪的深度呢就够了。然后呢，转方向，从这个方向再接着向里剪。同样呢，你要注意，一定在这上面要留3到4根系，同时呢，不要损害这个主干的太多。大家可以看，我轻轻的这样一剪呢，我能感觉到这个根已经动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，我只有3、4剪刀，这个根呢就分下来了。分下来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呢，这个非常好的保留了这个根系在这个株上面。那么现在我怎么做呢？我要把这个切的伤口呢，要让它消毒。消完毒以后呢，再把它种在这个花盆里边来。大家可以看，第二颗呢，我是用消过毒的剪刀做了个小手术，把这一颗呢从主干上分下来，然后上面也保留了它自己的几个根系。那么最后呢，剩下这个主干，同样这个伤口呢我要消毒，因为一旦感染了，整个这一颗就要扔掉了。所以说同样我要把这个地方消毒，消完毒以后呢再把它种起来。因为今天呢我已经做过手术了，所以说现在这上面还有几个牙，我暂时不要去动它，让它再长一长，这样呢也让这个伤口呢愈合一下。现在呢我就把这一大颗把它换在一个大盆子里，下边呢我放了一点土。那么在放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呢，这上面有很多空腔，对吧？那么你要用一些土呢塞在这个空腔的中间，这样保证中间呢一定要有土，不能完全是空的不行。
所以说我从前边上呢留一个空位置，把这个土从边上塞在中间，把它塞实，保证中间的主根周围是有土的。这个可能我这也是暂时性的，因为这个盆子呢下边不够粗，我有可能暂时性的让这一次开完花，下一次分盆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再找一个更大的盆子。这一点一点的，周围特别是刚才我给大家看了，有几个地方发了新芽的，这个新芽的周围呢，也是一定要有土来充填的。另外，我也可以把它的根呢，让它朝两边分一分，这样有利于下边的芽从这个土里发出来。也就是不要把这个芽给挡上了，这样呢就不利于它发芽。这个缝都要给它填满，所以一定要加一些新的肥土，否则这个换盆呢是不起作用的。把这个土从边上根的边上要把下边先塞实了，然后呢把这个猪给它扶正。给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根的空隙呢，我都把它塞实。这有几个根还留在上面，待会我上面再加土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呢是有一颗芽，对吧？要让它空出来。然后在这一侧的地方有第二大的一颗芽，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芽。这个呢，我让这个根从两边绕开，这个芽的位点给它留下来。另外，我也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芽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再去多拿来一些肥土，把上面呢给它盖好，这样今天的分盆工作就完成了。从一盆分出了3盆，另外呢，我刚才给大家看，未来呢还有可能再分出了3盆，这样就是君子兰的繁殖的方法。今天我刚刚呢给大家显示怎么样呢把君子兰分株。今天呢，我本来是有这样一棵大的君子兰，马上又要开花了，这是今年的第3次开花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分出来了2颗，这一颗已经非常大了，还有一颗小的，分的时候比较困难，我用消毒的剪刀来做了一个小手术，把它从主干上分下来，然后消毒伤口种在这里，一盆变成了3盆。另外呢，我也知道这根下边还有3颗芽点正在发，所以说未来呢，大概1到2个月的时候，我有可能还要再做一次手术，把这一颗呢再分出来3颗，这样就1颗变成6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